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美股继续创出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上涨了0.2%，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依然认为道指处在一个杀升阳线的势力范围。本轮的上涨趋势呢，源自于7月10日的这根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呢是日线级别的，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杀升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最终呢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成功突破了34000点。这个点位呢是在前面行情当中形成了等位置的4次波峰。那么4次波峰呢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出现突破行情并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7月19日走出了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上涨过程当中，第2轮日线级别走出悟空阳线组、8节阳线和目前正处在的位置杀升阳线组。那杀升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35500点附近，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开始了一段震荡行情。但是呢，上方呢会有一个唐僧阳线的预期。那么杀升阳线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就给比特币注入了一定的机会。我们认为道指呢是占比全球资本市场70%的一个市场，它的坚定上行起到了一个吸血作用。因此呢，在这段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上涨，但是呢，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回调的动作。两者刚好相反，但震荡过程当中就给比特币带来了一定的机会。因此呢，在昨天到今天出现了比特币一定程度的反弹行情。这里的反弹我们看到是5个点左右。那在反弹之后呢，我们仍然观察到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痛点是在7月14日这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下方有8节阴线、杀升阴线、唐僧阴线，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通过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近焦点的区域上发生变盘，一个假突破到$3185之后快速下跌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行情当中在7月14日走出了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7月24日走出8节阴线，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是有8节阴线和杀升阴线预期的因此呢，这里的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没有突破8节阴线的一个开盘价，也就是30点附近行情就急转直下。那么下方它的空头预期呢仍然存在，直到什么位置呢？我们认为对于比特币来说，这种行情有可能到$27,500是它空头的一个终点。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呢？原因是1440均线和169均线也就是图片当中画面当中黄色线和绿色线这2条线所在的位置27,500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之后，触底反弹就这个点位来说，我们看到6月16日这一天就触及了169均线，同时呢3月9日这一天触及了169均线同时都在这个位置发生了反弹动作。因此呢，本轮行情当中有可能出现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回踩27,500点到达这里之后才能启动多头行情。但是呢，整体从更大的时间周期来看，在周线级别上对于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1月9日这一周走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 K 线，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阳线组，这组8节阳线组走得非常复杂，由8节的真身和后面遇到的妖怪 K 线组成。妖怪 K 线呢也叫干扰性 K 线。那么后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杀升阳线和最终出现的唐僧阳线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日线级别调整到刚才我们看到的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发动了新的一轮行情。周线级别上新的一轮行情启动的 K 线呢是6月19日的这根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周线级别上方有8节阳线、杀升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个位置上，在周线级别上涨之后，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它做了的是日线级别平行式对称性的调整那么从结构上来讲，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本轮的调整完全和
4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这个下跌过程啊是平行结构。那么既然有下跌的平行结构，那么上涨的平行结构，我们认为6月16日到6月24日这轮 C 小级别上涨在未来也会重新出现，所以呢，关注点位27500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触底反弹可能发生的点位啊。那么后面行情当中还会有多头趋势出现，原因是刚才我们给出了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是多头行情，日线回调完成之后啊，这个多头行情还会重启，所以呢，对于市场当中的多头来讲，不用过度担心啊，多头还会重新启动，只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过后啊，多头还会可以重新启动它的一个多头的趋势啊，耐心等待回踩到啊适当的点位27500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就会重新启动。同时可以重点关注的是莱特币啊，这轮行情莱特币将在8月4日减产啊。减产行情呢，我们看到这轮莱特币它的最大的上涨幅度是182%啊。虽然感觉到莱特币涨得很少啊，莱特币减产之前的行情当中涨幅不大，但在未来，我认为莱特币减产发生之后会重新启动一轮牛市行情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20年啊，它的这轮行情啊，现在是23年，就是20年的这段行情。啊，可以看到啊，低点24美金，高点413美金，几乎涨了20倍啊！就是在莱特币减产之后发动了一波牛市，所以呢，对于莱特币来说，未来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啊！因此呢，在减产之后，应该对这些减产币种莱特币啊，还有这个达氏啊，做出更多的关注。同时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很多团队。包括很多个人去关注 CRV， 原因是出现了行情当中的暴跌，同时也出现了量价齐跌后的一个快速反弹。但我依然认为这轮行情不是参与 CRV 的时间点啊，因为创始人都把 CRV 卖去换钱，换成 USDT 去套了现啊。同时呢，我们也认为在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当中就给出了啊，第一章节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西游战法就给出了。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空头是空头他妈生的。在下跌趋势过程当中，不要抄底，耐心等它跌完，走出一个横盘震荡趋势之后，才有可能到达黄金坑。同时呢，也可能会引发浪子回头行情。那么这种行情，我们看到 CRV 已经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成交量放大，只是市场当中有人做抄底动作，也有是超级主力或者游资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拉升动作，诱惑多头重新进场啊，这个位置进场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你不要看反弹幅度非常巨大，但是充满了行情当中的不确定。我不认为 CRV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抄底的标的。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多空实时追踪网站上可以看到目前只有2个币种 AVA 和 MDX 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多头迹象，证明整个市场当中还是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偏向于空头行情。那么本轮行情当中，我们抓住了非常多的通过这个网站抓住了非常多的这个多头币种目前都出现了很多的获利包括 MKR 包括前天我们给出会员群当中的一个 ANT 小乙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激烈的上涨行情。所以呢，对于多空的追踪来看，我们认为持续上涨、不断冲高的这些潜力币种，白马币是这轮行情当中应该把握住的注意一定是白马币种，包括我们之前给的 UNI 这个白马币，非常明显的白马币，往往能在这个深熊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稳定的、持续的不停歇的一个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